就是一家人在家里边的话，我想可能在家里很多这个2代人、3代人同住的话，哈，也婆婆呀、媳妇啊都会一起包饺子、一起做饭，尤其在北方。那一定啊。我就会聊天啊。对，媳妇儿说跟老公怎么啦，婆婆就会给适当的指导呀。但是我也想象，如果说有的时候这个婆婆跟媳妇儿关系不好的话，还一起还包饺子，这有点别扭吧？就哎，对呀，就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哈，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就是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个是夫妻关系啊，兄弟姐妹关系啊，还有再就是媳妇和公婆的关系。媳妇和公公之间还好说话，一般男长辈好说话，对不对？这个女长辈呢会比较细心一点，女长辈好像是家里的检察官，专门盯谁呢？不是盯儿子，是盯媳妇啊。那如果就是说，哎，婆婆你挑我这个媳妇的毛病，总看我不顺眼，我觉得伤害本身是双方的。这样的现象可能会有哪些具体的负面的现象产生呢？距离感就产生了。光是距离感哈。那还有吵架呀，直接的。还吵架？再吵，那说不定就离婚了。因为儿子就夹在中间嘛。夹心饼干。古人比喻来说叫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就是这个家里的儿子如果有太太，那这个太太和自己的亲妈关系相处的比较僵持比较生硬，或者是直接开战吵架，那我想这位做先生、做丈夫、做儿子的这位男人，他到底要偏向谁呢？我们在场的朋友们，你们觉得说这个你家的太太和你妈吵架，你应该偏向谁？如果觉得应该偏向妈妈或者妈妈，请举手。只有2个哈。哎呀，真有啊！父母亲的哈。应该偏向的媳妇举手，也是2个，持平。其他人弃权投票。这个时候就是说，那你还要不要这个儿子还要不要保住婚姻？如果你就是说没有智慧的，我就要尊敬和爱护我的妈，那就不要老婆了，那不要就得离婚了，那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就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话，应该这是年龄问题。说我只爱我妈，但是你是他的儿子你要结婚一定是找一个外家的女人，你才能成家结婚生子啊。但是外来的媳妇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通常公婆就会觉得，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同嘛比如说你们家吃饭是可以吃辣的，那嫁过来的媳妇说对不起我不能吃辣的，那你在做菜做饭的时候，关于辣椒的使用怎么办呢？那如果媳妇有一道菜和饭是清淡的，公婆吃着说好清淡这个真好无聊为了照顾你还费我一盘菜，这个矛盾就马上就产生了，对不对？所以公婆要挑毛病，挑媳妇的毛病永远挑不完。但是公婆也没有想过，你女儿是你生的，是你养的，是你教的，她长到20岁之后，她的各个方面你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以说就是长辈的这个的智慧也是很重要，就怎么接纳新进门的这个媳妇哈。这个乌斯老师要听一听。
对啊，你3个儿子，你3个儿子，接下来有3个媳妇，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的吧？她很好的婆婆。你觉得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做好了。做好了哈，师父，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是年纪比较轻嘛，你10几岁结的？没啦，20几岁。哦，那就已经很大了。是啊，就是嫁到别人家一个陌生的家，其实会紧张，对，会紧张哦。那也会希望说，先生家里的人会多照顾你。对，多一点谅解和照顾哈。有一次哈，我蛮感激我的公公。哦，对，那我刚嫁过去，我什么菜都不会分辨。哦，菜都不会分辨。对，那他就是要煮中餐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他就叫我啊，你去给我洗个什么菜，然后我就很害怕，也不敢问。啊，就对，到底那个是什么？哪个是那个菜？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很像的，拿过来，洗了洗。我公公说不对啊，不是那一种，那一种啊，比了墙角。就是叫韭菜拿错葱了。对。然后呢，又再拿一次，又拿错。哎呦，然后再拿一次，我公公就跑过来帮我。我那时候特别觉得感动，因为我觉得哇，怎么那个父母，我的公婆怎么那么好，能够这样，体谅我，那不懂，对，还给我留足面子，也没骂我，对，还教你，就觉得对，还教我，所以我就特别觉得感动，对。因为我听到2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感动，是，因为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认真的学习去认菜。反而被鼓励了。对，被鼓励了。现在很远一看这一地菜就知道都有什么菜。我在广东待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现象哈，这也是个因缘吧。我们有好几位这个女同修年长者，这个不是我教的，是人家就懂得的。这几位长者呢，他家也有媳妇了，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个，广东的很多的就是做公婆的这个女士哈，特别疼爱他家的媳妇，不是天敌哦，不是天敌，是天生的好友。从生活中的体谅，还有呢，媳妇和她丈夫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还有这个媳妇在这个怀孕生育的时候，哎呀，这个公婆呀，叫做无微不至啊，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贴心。我还见过公婆和媳妇联合起来去修理他的儿子。这个公婆呢，拿着藤条对着媳妇的面打屁股，打儿子的屁股。为什么呢？说是这个他这个儿子呢，有几天下班晚，结果呢是和他的女同事去约会去了。他已经结婚了呀。那不行这个婆婆经过媳妇的这个破案侦查这个罪证属实之后，拿藤条打这个儿子的屁股，打到什么程度呢？打的媳妇都不忍心看，劝着婆婆不要打了，婆婆还在打。所以这个媳妇我说实在话，就是她和儿子离了婚，她都不会离开这个家，已经变成完全是很铁的一家人。你看这里公婆，她是一直是我的靠山，是我的依赖，是我的妈都没这么原谅过我，可是我的公婆特别的原谅我。所以只有内心非常的包容、慈悲和强大的女性，才能够不断的去原谅这个媳妇。我觉得这就是宽容而产生的智慧。尤其是家中的长辈家中的长辈或者一个事业的一个领头人，就是你的精神的高度和内心的宽容是非常的重要能够学会谅解的人一定是宽宏大度的人。学会原谅就是解脱，学会原谅就是你这个家族兴旺的这个基础用慈悲用宽容来去面对
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坏事变好事，好事会更好，甚至是能够将仇人变朋友，普通人变亲人。师傅好，这是我做的猪的形状的水饺，简称猪脚。献给您。谢谢。里面有馅哈？没有，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只能做洋葱。